大家好，我是扫地僧。大家还记得第一次拥有钱是什么时候吗？是小学1年级的零花钱吗？是你父亲还是你母亲给你的？他有告诉过你这钱该怎么用吗？有什么规矩吗？别说小时候了，就算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感到疑惑了，钱有规矩吗？我妈当初就叫我不要乱买东西啊。就是这句话，让你跟身边那90%的人都一样。不是人，是羊，是奴隶，是金钱的奴隶。你看你跟身边那群羊，外貌上看似不一样，但你们的命运是不是都一样的？小时候问家里拿钱，伸手就有，少给一点。比如说坐我隔壁的林同学，他每天有5块美金的零花钱，那你爸妈就心疼你，应该说不要丢脸吧，那这5块美金就直接到你手了，而且这钱还每年都持续的增长。当你中学的时候，你说要买 iPhone、买游戏机、买电脑，你从来都不需要透过任何的努力就能拿到钱了，直到你长大了，你爸妈就说自己的责任已经结束了，轮到你去赚钱了。从那一刻开始呢，你就去思考这钱是怎么来的，然后所有的人，包括你的老师、你的朋友、你的家人，肯定都告诉你打工能赚钱，然后你就去打工了。你一收到薪水的时候非常的开心，你从里面抽取一部分给家里，剩下的你想要怎么花就怎么花。又到了后来，你家里让你结婚，然后你说想要旅行结婚了，为什么？对外说是喜欢2人世界，顺便去度蜜月，实际上呢，是因为这酒宴太贵了啊，你爸妈还是心疼你，把这酒宴的钱给出了，还给你们付了首款，让你们小两口自己去还房贷。这看似很幸福的家庭，以为一切都搞定了，谁知道这老婆怀孕了。本来是很开心的事情，但你一想到在未来的20多年，你口袋的钱就不再属于你了，因为你要供房贷，你要养孩子，然后你爸妈年老的时候最好不要有太多的疾病，因为老人的病通常又要花一大笔钱，然后你自己也不能病，也不能被解雇，因为当你失业了，你所有的债主都不会放过你。我告诉你，90%以上的人都陷入了这个局，他们的家庭背景都不一样，有的会比这好一点，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故事。不瞒大家，就算是我自己也曾做过金钱的奴隶，也曾在这个被富爸爸称为老鼠圈的局里面赛跑，我也曾看不到尽头。直到后来我认识到《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我才知道自己原来处在这局里面，我才开始去想办法逃离这个局，这个被富人设计的局。于是我就开始去摸索这金钱的规则，直到现在这么久了，我修改过无限次，不断的去优化，我才总结出5个关于金钱的法则。今天我下了一个决定，我要毫不保留的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听完以后从此摆脱贫穷，走向财富自由，我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现在很多的网红为了名气和流量都去攻击我的恩师，我的富爸爸，不断的去散播负能量，说富爸爸所教的都没有用。那么今天我就是想要告诉大家，是富爸爸成就了我，我的命运就是富爸爸所改变的。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我只想把我从他身上学到的知识以及正能量传播出去。我不想网络上都是充满着负能量，我不想大家都被那些骗流量的网红而影响了思绪，所以我今天必须要站出来。如果你认同我，我希望你可以把这部影片和正能量分享给你身边的爱人。而我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企业家、有钱人的，我希望不想错过这些资讯的你们，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你也可以点赞，这样就能确保你能在播放列表里面找回这部影片。首先，我的第一个金钱法则就是要了解每个社会与金钱与财富之间的关系。现代的社会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这之前呢，人类的财富都是与土地有关的，一切的财富都可以用土地来衡量的。比如说，一个古代的猎人要养活全家，就得有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以便于他转来转去的打猎。当人们发现通过种植可以用很少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的时候呢，人类就告别了渔猎的社会，农业就产生了。这时候呢，几亩土地就可以养活一家子了，养活一家人的土地从几平方公里减少到几亩土地，这就进入了农业的社会。
不过这一个时期呢，人类的财富还是主要跟土地有关系的，谁能拥有更多的土地，谁就能拥有更多的财富。随着科技技术的发展，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呢越来越强了，不仅仅会利用土地种植，还会利用地下的矿石、化石颜料，比如煤炭啊、石油啊等等，还发明了各种机器。人类进入了工业的时代，这时候呢，人类的财富跟这些煤炭、石油、机器挂上了钩，石油的涨跌啊，直接就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涨跌了。而且美国的美元都是跟石油挂钩的。这时期呢，谁会利用机械、机器、工厂，谁就能拥有财富。当然，未来的10年、20年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是，机器、土地与财富的关系越来越弱化了。那么，什么会成为土地、机器的替代品呢？与财富挂钩呢？大家看看世界上最富的人是谁？比尔盖茨、扎克伯格、拉力佩奇、特斯拉、苹果公司。这些公司是干嘛的？明显他们是知识经济与信息经济的结合体。也就是说，这时代你拥有知识、拥有信息，就会与财富挂钩。一个日本工厂的一台印刷机坏了，自己的工人修了几天也没有找出问题，维修师傅最后不得不告诉老板，自己的能力实在是没有办法修好这台机器。日本的老板于是呢，就请来了一位美国工程师帮助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美国工程师在机器旁边看了看，便拿起了粉笔，在机器的外壳上面画了一条线，然后就对老板说，打开外壳，在画线的地方检查一下。那这个工人就按照美国工程师的指导去操作，果然很快就发现，而且解决了问题。日本的老板就问美国的工程师要多少的报酬，工程师开口就要1万美元。日本的老板不服气的就问，你只是在机器上面画了一条线，就值1万美元吗？美国工程师就回答说，我画的那条线只值1美元，但我知道画在哪里，值9999美元。日本老板想了一下，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欣然地开了支票，并邀请这位工程师对自己的维修工人进行一次系统的培训，报酬是10万美元。很多的老板并不具备土地、资金、机械、工厂，但是他们可以学习知识，并且把知识注入到一个不值钱的东西里面，让它们变得更值钱。而且知识有个特性，就是你会越用越多，越用越值钱。不像一块地皮盖一栋幼儿园，没办法再盖住宅楼了，因为地皮是有限的。我们这个时代的老板明显应该要走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道路，思维经济的道路。如果再去跟老一辈的人拼地皮、拼工厂、拼机器、拼资金，明显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啊！我刚创业的时候不懂什么是趋势与知识经济，我是靠想象的，靠学电影的，学电视剧的。这样一开始的我好大喜功，虽然没有亏损，但也赚不到多少。但后来呢，我认识了富爸爸，我才明白真实的创业逻辑是要靠体会的。那时候我就像开了挂一样，因为我不再做那些传统低买高卖的生意，我开始跟随趋势去走。那这跟大家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零成本的去创业，只要你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喜欢打游戏，你喜欢唱歌，你喜欢旅游，这就是为什么我准备了一个免费培训给大家的原因。我想要告诉大家如何透过趋势把你们的兴趣、你们擅长的东西转换成现金流，从副业开始去做你们的企业。有兴趣的可以免费在下面描述栏上去报名留位啊！我想说的是，打游戏不再是不务正业，只要你了解什么是趋势，甚至会有人主动求你合作，主动的给你带来利润。好，那我第二个金钱的法则，把金钱和精神需求分开。在这个社会上，什么是最重要的？有人说是亲情啊、爱情啊、友情啊，也有一部分现实主义的人说是金钱。那我问大家几个哲学的问题，很重要啊。如果你最重要的人问你借钱，你会借给他吗？为什么古人流传至今都会说谈钱伤感情呢？为什么《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我的恩师 Robert Kiyosaki， 他和他的妻子有一个婚前的协议呢？就是大家的财产互无干涉呢？为什么他们签了这个协议，他们的爱情更加的美满呢？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了吧？因为你想要保持你的感性，你就不要混入理性的杂质。
你想要让你的亲情、爱情、友情变得纯粹，你就不要牵扯到理性方面的东西，而金钱就属于理性方面的东西。其实你很清楚，你想要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你就得有钱，你没钱怎么活？你去打猎吗？但是在这个物质丰盛的世界，基本上大家都不缺钱，因为你基本都不会饿死。那么人类就会去追求精神层面、感性层面的东西，这些需求理论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说的是，很多人都把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东西混合来说，比如说你的亲人或者是你的朋友找你借钱，你考虑的因素居然是你跟那个人的关系，就是你去思考一个理性的问题，但你考虑的因素居然是感性层面上的东西，你这样思考的结果你知道是什么吗？我告诉你，到头来亲情和金钱同时都会失去。借钱这个行为本来就是一个商业的行为，是一个理性的行为，你要考虑的是理性的东西，比如说对方的还款能力、借钱的利息、借钱的期限等等。为什么银行这么赚钱还可以活这么久？因为借钱本来就是一个商业的活动。经济学告诉我们，借钱其实就代表了我们延迟了消费，而我们得到的奖励就是利息。本来就是一个多么简单的交易，可往往人就是被道德所绑架。其实一个有财商的人呢，是不会问朋友借钱的。你看，我每天都会收到很多低息的贷款电话，我自己也借钱做很多事，因为全世界现在什么都不多，就钱多，而且利息非常的低，所以借钱这东西难吗？你的朋友之所以不敢问银行借钱，就是怕自己还不了。你的朋友之所以敢问你借钱，就是因为他觉得就算自己还不了就还不了啊。所以从潜意识的层面去理解，你的朋友向你借钱，他压根就不打算还你这钱，有这么严重吗？记着，你想多一个仇人的话，就借钱给他。我是从来不喜欢借别人的钱，也讨厌别人向我借钱。借钱给别人就是掏钱为自己买一个敌人。犹太人很会经商，犹太人之间呢，大家彼此关系都很不错，但是你要借钱，他们很少答应，也不是因为大家彼此之间的不信任，而是他们处事的一种精明。犹太人是很有自尊的，他们一般是绝对不肯向别人求助的。犹太人在生活上借钱，与他们生意上的接待是不一样的。假如一个人向自己的朋友去借钱，那说明这个人已经处于生活比较困难的时候了。有人借钱给他，他就总是感到忐忑不安，见了朋友就感觉很不好意思。虽然朋友对他仍然很亲密，甚至那人浑然不觉借钱人的尴尬，而借钱人呢，为了避免这种愧疚的心情，一般就会回避自己的朋友，希望自己尽快的还钱，那样自己才会觉得在朋友面前会坦然。有了这种心理，这样的朋友关系就会因为金钱而变得不自在，让人感觉到不舒服。所以犹太人之间呢，就会心照不宣的达成了默契，不借钱给自己的朋友。其实男女朋友之间也一样，最好都经济独立。若是借钱给对方，总有一方感觉亏欠，有一方感觉自己很高尚，让你说了再好听，你心里不会尴尬。其实心里都有细微的变化，而这细微的变化就很容易使感情变质。我们生活当中呢，经常发生的事情，本来两个人亲密无间，结果一个人借了另外一个人几万块美金，由于一时半会还不了钱，结果经常见面的两个人呢，就会出现一方再也不想见到另一方了，因为一见面就会想起还欠着钱，由朋友变成债务的关系，最后变成仇人的很多很多。借钱经常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他刚借钱的时候呢，他是孙子你是爹，等你去要钱的时候呢，就成了你是孙子他是爹了。所以不想当孙子的，还是别借钱给朋友。我本人做生意多年呢，当然也借钱给别人，有好几笔账现在都要不回来了，别人也没有打算要还我，索性我就把他们的电话都删除了，以后再也不联系了，他们也不会主动的联系我的，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打算还我。所以如果你想让某个人以后不再出现在你的面前了，你就借一大笔钱给他，当然这是玩笑话，我的意思就是朋友之间最好不要借钱，除非你不想要这个朋友了，或者你钱多想送出去一点。但如果你的朋友真的有难，需要钱去救命的，你逼不得已想要帮他，可是你又舍不得这个钱呢，这看似两难的问题，唯一解决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银行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可以借钱给他，但必须要立合同，写清楚什么时候要还，
还多少，利息多少，这样你理性和感性层面都能过关了。这时候有人就会说，这太功利了，是不是有点落井下石呢？你朋友从问你借钱的那刻，就是用情感去绑架你，所以其实从那一刻开始，你们的友谊就处于危机的情况了。别忘了，借钱就是一个商业的活动，所以签合同是唯一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上最大可能的去保持你们感性的友谊，因为这是合同，不是欠条。你的朋友如果打算要还你钱，他不会怕跟你签合同的，因为这样你们是商业合作的关系，你赚了利息，他又可以周转。我自己也跟银行借钱，比如说做按揭，但我从来不会觉得银行是我的债主，银行也只会把我当成合作伙伴，因为他借钱给我了，他赚了利息，而我因为杠杆可以获得租金收入，可以获得升值收入，所以我跟银行借钱是很风光的。因为从古到今，懂得借力从来都是致富成功的关键。这个借力不只是财力，还有资源，还有运气，像是诸葛亮借东风，草船借箭，对不对？这些大家都听过，但为什么现代人好像退步了呢？以前的一些术或者手段，到了现在好像失传了一样呢？其实就是因为现代人都不喜欢读书。古人虽然贫穷，但是每个人都会争取读书的机会，因为他们知道书本里面有可以改变命运的知识，什么四书五经啊这些，为什么我们现代人都不重视了呢？毫不夸张的讲，我的命运也是因为当初看了《富爸爸穷爸爸》、《论语》、《道德经》所改变的。很多人觉得这些没有用，因为现代人都喜欢去学习什么微积分啊，什么光的入射角啊、反射角啊这些数的东西，但往往这些只是培养你成为一个员工，而真正让你赚到大钱的，其实已经记录在书籍里面了。而很多现代的人因为不懂选书，或者一看书就犯困，而拒绝了知识的吸收。我就是基于这个原因，于是才开办了财富自由品书会的。我们的使命就是把一本书拆解好了，然后把当中的精华内容呢，通过专业的主播用15分钟左右的时间分享给大家。我们除了会为大家拆解100本书以外呢，我本人还会举办不定期关于赚钱的课程，我会讲一些关于赚钱、创业、富人、老板等等的一些真相，都是不能对外公开的。大家也可以借我这事，因为你可以选择跟我合作，我会带着大家去零成本的创业，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借我的力。我们有一个 Facebook 富人精英群，我凝聚了3000多个兄弟姐妹在里面，我们会互相的分享赚钱的资讯以及资源，互相的学习和传播正能量。你比如说创业和投资，想创业的人就可以在里面提供想法，想投资的人就可以提供金钱。很简单，因为能走进我们品书会的人都已经筛走一大部分的穷人了，能进来的都是想一起共同进步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影片描述栏上的连接加入，我们会随着价值的提升而涨价，那这些就不多说了。那我第3个金钱的法则就是赚钱不如赚钱，这是金钱游戏最重要的规矩啊！你们去品一下这段话，一家公司都是负债不会死，但一家公司没有现金流，马上就会倒闭。现金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要加个流字呢？我讲一个故事，大家看看自己的智力水平能不能理解啊？有一个很美丽的小镇，但是这个小镇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家家户户都有欠钱。有一天呢，有个外地的游客来到这个小镇唯一的客栈，想要租店。客栈的老板说押金要1000块，客人就说这样吧，我先把这1000块放到你这，我上去看看房间可以吧？客栈的老板就吩咐伙计带这个客人去看房间了，他自己呢就很快速的把这1000块钱拿去给对面的猪肉店老板。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天他在那儿射了一批猪肉，还没有给钱呢。那这猪肉店的老板可高兴了，他就拿了这1000块钱，马上跑到街角的裁缝店。又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他去那儿做了几件衣服，到现在还没有给裁缝钱呢。那这个裁缝店的老板拿到了这1000块，就赶紧跑到隔壁的米店，因为他前几个月赊的米钱总算是还上了。那这个米店的老板拿到这1000块钱呢，却一路小跑的来到这个客栈，因为前不久米店的老板老家来人了，入住在这个客栈里面，到现在也还没有把这个房钱给还上。
客栈的老板都把这1000给赚到手里了，钱还没有捂热，这客人就从楼上下来了。他说：哎呀，老板啊，你这个里面的房间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我不住了。那这样吧，你把那1000块押金还给我。客栈的老板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把这还没有捂热的1000块钱还给客人。那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整个过程当中，这1000块有没有损失呢？那如果没有损失，那么这1000块又解决了什么事呢？这1000块没有损失，但是它解决了什么？解决了猪肉店、裁缝店、米店、客栈之间的欠钱全都还清了，对吧？所以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只有让钱流动起来，你才能去解决很多的事情。你的钱越是收着，它是不会让你生钱的，钱越收越不值钱。留在你账户上的钱呢，如果没有拿出来用，那它就是一笔死钱。这就是为什么富人他一定会想尽办法的让每一分钱都出去干活，去流转，出去产生更大的价值。所以在我眼里，金钱是什么？金钱是一种游戏的代币。能玩游戏的人呢，能仔细体会到游戏里面游戏币的人呢，就能体会到现实世界中的金钱。游戏里面那是一个加速的金钱游戏而已，钱最终都会变得没有意义的，最终会以物易物，或者用另一种资产来代替。这是任何一个朝代与游戏的轮回。在一个游戏里面呢，出规矩来限制强者，这种游戏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在现实社会却有人这样想，要限制强者，让弱者得利。在我看来，这社会不过是一款角色扮演的大型在线游戏罢了。一些人以为的资产，在我的眼里分文不值，现金才是真理，甚至贬值的现金，有人偷的现金才是真理。一项资产没有流通性都是骗鬼的。我只能理解现金是要有流通性的。我的一切体系，比如说公司要做的项目或者投资的租金收入，要的都是现金流，所以现金必须要让它流动起来。古代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就是说死水呢才会发臭，那么关了久了这个门啊，它就会生蛀虫。这就是说，要让自己的每一分钱都不要待在那里一动不动的，那样就会像一潭死水一样。其实你一直把钱放着，也不让它产生更大的价值，它早晚就会离开你，因为它觉得跟着你没有价值，一直没有体现出作为钱的价值。所以有个兄弟私讯我啊，他说他想要创业，想要财富自由，想要摆脱贫穷，他也知道不要把钱放在银行，所以他就去投资了。他的投资就一直亏钱，本来本金就不多。我说走进我的创业商学院吧，投资只有一个方法，只赚不赔，其实就是投资你的脑袋。这时代趋势就是移动互联网，你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怎么跟随这个趋势。你只有走进我的商学院，我才能真正的把我的一切传授给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深入的了解到我的思维以及系统。我说我会完整的告诉你，怎么可以像我一样在 YouTube 创业，做什么怎么做，而且现在前期加入还会送你品书会的会籍，还有优惠。然后他二话不说就加入了。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件事上面，穷人和富人的看法可能是反过来的？穷人会想，等我有钱了我才去学习，富人会想，我学习了我才会有钱。我大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道理。今天我穷，我的钱放银行，过几年被那些金融巨鳄剪羊毛，一个通胀，我的钱就贬值了。而这段时间，如果我的收入不变，我只会越来越穷。所以只有通过学习，通过借已经成功的人的力，借他们的事，借他们的脑袋和知识，我才有机会逆天改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上过无数个培训的原因。很多人留言说我知道了很多，实际上是因为我学得多，学得宽，所以才能把这些说了出口。那么今天如果你真的想要走进我的创业商学院，想要跟着我学习创业，那么你可以在下面的链接把握我们前期的优惠，随后的加入门槛会不断的提高。好，那我的第4个金钱法则就是钱的价值并非由面额所决定了。而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这个钱的大小，当然就是看它的面值大小吗？比如说我有100块美金，那我就买100块美金的东西啊。难道你这100块美金可以买1000块的东西吗？大家看到这张钞票吗？这就是传说中的津巴布韦的钞票，你知道面值是多少吗？如果大家看得清的话，请你数一数，这是100万亿啊，
你想想，你要是拥有100万亿的美金，那你是不是开心坏了？可惜这是津巴布韦币啊，能买到的东西啊少得可怜。据说在津巴布韦买一块面包都要花上几十个亿啊，所以当地人去买东西都需要扛1毛大的钱的。那我想问大家，你怎么去判断一件东西值多少钱呢？你怎么去判定一家房子值1000万美金呢？我在非洲起一家豪宅，跟我在 LA 起一家豪宅是一样的吗？其实是一样的，同样的大小，同样的用料，同样的设计，为什么在 LA 会比非洲的贵呢？第一段对不对？环境对不对？从前有一个小和尚做了一个实验啊，他就去卖一块很普通的石头，那他把这个石头拿到不同的地方去卖，结果你猜怎么样？他在菜市场卖这块石头，有人出2块美金；他在博物馆门口去卖，有人出价200块美金；他的酒店去卖，有人出价2000块美金。那有的人就说，可能是因为他是个小和尚，所以才有人跟他去买。这个就是我一直想要跟他说的销售和营销能力的重要性。我上部影片有详细的解说。当我讲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想要告诉大家平台的重要性。你像这个石头，它放在不同的平台，它都产生了不同的价值。同样的，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为什么值这份薪资吗？你有没有想过，你刚毕业出来工作赚钱的时候，你这个人的薪资是基于什么标准而定的呢？简单来说，就是你把你自己每天的9个小时卖给了公司，每个小时为什么就值那么点钱呢？比如说你一个月1-2千块美金，你就觉得很满意了。为什么？因为市场上那些调研机构告诉你，大学生毕业找工作的平均薪资就是1-2千块美金啊，那你心里面肯定觉得自己的价值只要不低于这个价就 OK 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把自己定义为刚毕业的学生去找工作，然后你自己的履历也是写自己没有什么经验，那请问你这样能值多少钱，对不对？那为什么同样是毕业生，人家能找到4000美金的工作呢？是因为专业吗？所以把自己卖出去跟卖石头是一样的，在于环境和平台。人家去面试最低的职位，你就去面试高管；你去面试100家公司、1000家公司、10000家公司，终有一家愿意给你机会。因为当你面试10000家公司的时候，你就已经很清楚这个高管的职位应该要干嘛了。你知道我们老板请人看什么吗？我看的是这个人能不能给到我信心。我最讨厌的就是招一些说自己是一张白纸的大学生，这样的人是什么心态？就是想来我公司学东西的，然后过2年就跳槽了。这些白纸啊，还会说自己学得很快。简单来说，本来2年学到知识，他1年就学会了，然后他1年就跳槽了。现实是不是这样的？说自己是张白纸的毕业生呢，是一种索取的心态，把我们公司当时是垫脚石，是他们的跳板。就算我们公司再牛，他们也会跳槽的，因为从他们面试的时候开始，他们的心态就是来这里拿走东西的。那这种人就算再便宜，我也不会考虑，因为你仔细想，其实这种人是最贵的。虽然他们的薪资很便宜，但他们就没有价值，来偷学东西，你还要给他们钱。那为什么我愿意花高薪资去请一些同样没有经验，但他们能给我信心的人呢？因为他们让我感受到我公司的存在并不是养活他们的，并不是他们的跳板，我的公司是他们实现生命价值的平台。这点如果他能让我感受到，我就愿意给他高薪资，我不会看他是否名校毕业的。这是我一开始请人的原则。所以我想带出的一点就是，你把你自己定义为刚毕业的白纸，那你就只会找那些跳板的公司，你找的平台就会符合你白纸的价值。那如果你把自己定义为年薪1000万的 CEO， 你去一家公司是实现理想的，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我相信你就能找到实现你价值的平台。我只能告诉你，你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样的人，你认为你自己值多少的价值，你就能吸引到什么价值的公司的平台。因为你值多少钱并不是由那些平均薪资说了算的，那些数据只是给普通人参考的。你要把自己卖了一个高价，你就要跟其他普通人不一样，真的是这样的。这世界所有的东西，无论是钱啊、人啊，价值都是体现在那东西处于什么样的平台、什么样的环境。好，第5个非常重要的金钱法则叫钱无好坏。外国人喜欢说金钱就是魔鬼啊，那么意思就是说，人为什么坏呢？就是钱多了嘛，钱多才做坏。而富爸爸告诉我们，其实金钱不是魔鬼，贫穷才是魔鬼。实际上呢，我认为真的不是因为钱多才作怪的。
我要强调一下，钱是没有好坏之分的，根本没有依据说钱一多人就一定会变坏。其实要变坏，这他有没有钱他都会变坏的。那比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婚姻里面出轨的就一定是有钱人吗？不一定啊，所以一定要嫁个有钱人。为什么？因为没钱还出轨，那是不是更让人生气呢？对吧？这开玩笑啊。所以我认为钱跟人的关系就是钱可以放大你的好坏，但是真正的好与坏都是使用的那个人的心。所以送大家一句话，心正用坏钱，坏钱也用好，心邪用好钱，好钱也用坏，钱根本就没有好坏，就看你怎么用这钱。我之前就分享过，起心动念很重要，你还记得吧？所以请你把钱用在对的、好的、善的地方，用在可以为社会做更大贡献的地方，这才是正确使用金钱的方式，钱也会因此感谢你。我希望大家今天看完我的影片，什么都可以带不走，但一定要带走最后的这个观念，钱并没有好坏之分，人心才有。希望大家保持心善，我会一直陪着大家传递这种正能量。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呢，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